今天的视频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传统中医呢对痛经的理解，以及呢造成各种各样的原因啊，特别是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具体的案例和自我保健的方法。痛经本身呢，它只是一个症状，它背后的因素跟我们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关系。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现代医学啊走下坡路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把很多症状啊当做一个专科来对待啊，出现了很多疼痛门诊啊、睡眠门诊啊等等，好像这个疼痛睡眠本身是一个病，其实呢，他们都不是，他们只是很多健康问题的一个表现之一，而它背后的因素呢，常常比较复杂。好，今天我们就用痛经这个例子呢来说明啊这个问题。如果您本人啊或者亲朋好友有这方面的问题呢，也希望您和他们分享我们这个视频。那么我们首先讲讲这个疼痛是怎么来的啊？从传统中医学角度来说，有一句名言啊，叫做不通则痛。换句话说呢，是指各种各样原因啊造成经络气血流通的阻塞啊，不通了就会痛。其实呢，现代医学也是这么认识的啊。如果我们血管过度的收缩、过度的扩张，或者出现了血栓的形成啊，供血不足，都会造成疼痛啊。所以跟传统中医讲不通则痛呢啊，实际上是不谋而合。那么在传统中医讲啊，这个不通啊，不光是指血液循环不通了，而这个血液循环呢，它背后是需要有能量的推动啊。你比如说血管的收缩等等。那么造成这样一个血液的循环，所以这背后呢有一个能量啊。那么这个能量从哪里来呢？是从我们每个细胞通过对我们营养物质的代谢产生的能量来推动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电生理的活动啊，包括心脏的收缩、血管的收缩对血液循环的促进。如果我们要把它跟古代中医的概念来做一个对应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气。是身体里面的一个生物能量，维持我们生理的和心理的活动。气血它流落在经络里面，血是走在血管里，是吧？气是走在经络里。大家经常会讲，经络看不见血管能看见其实呢，你看不见的是它的能量部分，你看得见的是它的结构和生物化学部分。其实呢，它们是重叠在一起的。就像我们这个自然下雨的时候你看到水，是吧？刮风的时候你看不见风，但是你能看见风的结果天气变冷了或者变热了，你看不见，但你能体会到，是吧？那么空气你每分钟在呼吸，你也看不见它，所以它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它存在着一个身体的结构，存在着生物化学，存在着生物能量当然我们讲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还住宅着我们生命的本源我们生命的本质或者这个身体的主人，那就是我们的灵魂。回过头来讲不通它是指气血的不通。什么原因会造成气血不通呢？第一呢，就是气血如果很虚弱，它本身就弱它流动的就很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容易造成阻滞第二个原因呢，这个血脉它会收缩，血脉一收缩呢，这个血液循环就受到阻滞嘛。那么什么事情会导致血脉收缩呢？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寒气各种各样的寒气。这个寒有两种一种是外寒，一种是内寒。外寒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喝了冰水你暴露在很冷的空气之下周围的环境非常寒冷潮湿，你没有做好保温这叫外寒。那么内寒呢，是指你内在的阳气比较虚身体里面有阴有阳，阳呢代表身体产生的热量，阴呢代表保持身体清凉的阴气的力量。所以阴阳平衡的时候，你身体很舒服，无论是体温也正常自我感觉也很好。但是呢，如果阳气不足的时候，阴气呢就会盛一些，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出现内寒内寒的时候也会造成经脉的和血脉的这个收缩那么这种收缩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但是呢，它存在的时间很长，因为它不是一个环境的因素，它是一个内在和慢性的因素这是寒气造成的经脉的收缩。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我们常常忽略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能量。当我们在强大的情绪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的经络会受到影响，我们的气血的流通会受到影响。比如说人在这个严重的这个生气的情况下，他的气会向反方向来走。比如说胃气应该往下走，他如果往上走，他就会胸闷恶心反酸。那么如果说肝气呢，它实际上是保持我们全身气血按照规定的方向运转的，所以它调节全身的气血，包括我们生殖系统的气血。如果人在强烈的愤怒失望沮丧的情况下呢，它会造成肝气的郁结，肝气的郁结造成的疼痛它会发生在全身很多的地方那么肝气如果上逆的话，还会造成血压升高头疼等等。所以呢，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造成我们疼痛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医强调生病的内因和外因。内因就是情志不随，就是精神压力和情绪的问题。所以大家呢，要想解决疼痛的问题，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那么说到这里呢，大家就知道痛经表面上都是痛经，但是呢，由于不同的原因它会有不同的临床表现，那么也有不同的治疗和保健的方法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举一些具体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我们就说是一位王姓的女生她在办公室里工作，那经常要加班，精神压力比较大，特别是她的老板要求非常的严格，对他们的期许很高，同时呢脾气也不太好。所以这个小王就长期处在这样一个压力下呢经常每次到这个生理期他都出现了小腹部的胀痛，而且呢这种情况呢持续的时间比较久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来看医生。那么从他的情况来讲呢，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精神压力和心里面压抑的怨气是很大的，所以对他来讲就是要疏肝理气，用疏肝理气的这样一个原则呢，给他进行针灸治疗。中药呢有疏肝丸逍遥散，这些呢都有疏肝理气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呢，还是调节自己的情绪学会呢应付压力，以及呢怎么样和老板进行沟通，来改善自己的工作环境。同时呢，自己也可以增加运动，做些瑜伽，练练气功这些呢都会很有帮助。第二位呢，就是一个35岁的林女士，她已经结婚有一个孩子。她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她每次例假的量都比较大所以呢实际上例量大的常常是因为脾气虚中医讲脾不统血，它会造成呢例假过多。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气血比较虚，所以每次呢它的痛经呢不是很严重，但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呢自己感到非常的疲劳像这样的女性呢，在中药方面呢有一些成方，比如说归脾丸、八珍汤这些都可以。在自己的饮食当中呢，可以补些红枣桂圆加一点红糖，同时呢要进行这个饮食上的调整。这个脾虚的人都容易担心，什么事他都担心，他是属于一个照顾所有的人就是不太关心自己的那种类型。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也要改善要把自己照顾好，才能更好的照顾别人。痛经最厉害的还是像赵小姐这一类的人。为什么她厉害呢？就是她疼痛很剧烈，而且呢她那个月经这个出来以后都是有一些黑块块就说明她不光是气不通，她血瘀也很厉害这种人呢常常是两种因素都有。第一呢有情绪的因素和精神的压力，第二呢就是生活习惯上，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温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经常看这些女孩穿衣服露个小肚子，到冬天对身体的保温呢也不注意，照样喝冰水，所以这一类的疼痛就比较厉害。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光需要这个疏肝理气还要活血化瘀，是吧？那么中药有些方子了，比如说像少腹逐瘀汤温经汤等等，都是可以有用的。做些针灸，特别是做些温灸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在饮食上首先要不吃生冷的东西，特别是不要去喝那些冰水冰茶等等。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其实每个人痛经的背后都有自己独到的原因，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呢
找一个好的传统的中医给你进行一个诊断和治疗的方案和方法，特别是自我保健的方法。同时呢，也要重视调节自己的情绪，用自己的情绪来判断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因为我们的情绪是用来保护我们的，反映了我们对周围发生事情的一种真实的感受，我们要重视这些感受来进行调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应付，或者是你看不清楚，可以找专业的心理医师呢进行一些咨询和治疗。谢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什么问题呢，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